大家好，你或许听说过说曹操曹操就到吧，也就是英文中的 Speak of the Devil。曹操是何许人也？作为三国时期的灵魂人物之一，曹操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与诗人。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历史上据说是曹操最厉害的3个儿子的2个故事和一首古诗。曹冲称象。很久很久以前，在三国时期，有人送给了曹操一头大象。曹操十分高兴，带着儿子曹冲和文武百官去看大象。大象又高又大，众人看得啧啧称奇。曹操对大家说：这头大象可真大啊，它到底有多重呢？你们谁有办法称出它的重量？大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回答不上来。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年仅7岁的曹冲来到曹操面前说：父王，我有个办法可以称出大象的重量。哦。只见曹冲凑到曹操的耳边，把想法说了。曹操一听，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对大臣们说道：走，到河边看称象去。河岸旁停泊着一艘大木船，曹冲叫人把大象牵到船上。大象刚被牵到船上，船就剧烈地摇晃起来。待船身平稳后，曹冲命人用刀在船外侧起水面的地方刻出一条线，标明水位。大臣们都睁大眼睛看着，可还是摸不着头脑。接着，曹冲叫人把大象牵回岸上，只见那船身上刻的画线又升到了水面之上。然后，曹冲命人往船上装石头，在石头的重压下，船身开始一点一点地往下沉。当船沉到先前刻的那个记号时，曹冲大喊：停！大臣们这才恍然大悟，只要把船里的石头都称一下，然后把重量加起来，得到的结果不就是大象的重量吗？顿时，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太棒了！聪明！真妙啊！大象似乎也被打动了，它举起长长的鼻子，向空中喷水，并发出雷鸣般的赞吼声。曹操非常得意，他一边慈爱地抚摸着曹冲的头，一边满脸自豪地望向大臣们，仿佛在说：看看我的小儿子多聪明啊！让我们来重温小神童曹冲的妙计。先把大象拉到大船上，然后看船下沉多少，在船身上画一条线，再把大象拉下船，往船上装石头，直到船下沉到画线的地方。最后称一称船上的石头，石头有多重，大象就有多重。这个曹冲称象故事里的曹冲，从小就聪明仁爱，与众不同，深受曹操的喜爱。曹操几次对群臣公然夸耀他，甚至有让他继位之意。可惜的是，曹冲还未成年就病逝，年仅13岁。真是天妒英才啊！
七步诗。第二个故事围绕着曹操的另外2个儿子曹丕和曹植。曹操死后，曹丕称帝。因弟弟曹植天资聪慧，曾深受先帝曹操的宠爱，曹丕十分嫉妒。曹丕担心自己的弟弟会与他争位，就不时想办法除掉曹植。有一次，曹丕逮着了机会，命令曹植在7步之内做出一首诗，如果不成，便要杀他。结果，曹植真的在7步之内做出了一首诗。曹丕听后深感惭愧，终于放过了曹植。曹植的诗到底讲述了些什么呢？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由三国时期魏国诗人曹植在极度悲愤时做出的诗。7步诗，三国，魏，曹植。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豆萁指豆杆或晒干的豆茎，可以用来烧火煮饭。燃指燃烧。釜是古时候用的一种锅。泣指小声的哭。本指原来，本来。我原本以为貂蝉的美貌已经天下无敌了，没想到竟有人比她还漂亮，这是哪儿来的美女？煎指煎熬，隐喻迫害。何指何必。诗词解释：锅里煮着豆子，豆萁在锅底下燃烧。豆子和豆萁本来是同一条根上生长出来的，豆萁怎么能这样急着烧火煮豆子呢？在诗里，曹植把自己比作在锅里煮的豆子，把曹丕比作用来烧火煮豆子的豆萁。他借此责备曹丕：我们本是同父共母的亲兄弟，你为何却要如此狠心地对待我呢？7步诗广泛流传至今，甚至包括世界上最富有人士之一的马斯克 Elon Musk 都曾在 X 平台推特的前身上引用，而一度引发了网民的热议。因为马斯克发布的推文先用英文写下了人类 humankind 一词，所以部分网民猜测马斯克是借此引导大家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又暗示全人类命运是一体的，我们不必苦苦相逼，为难彼此。是啊，很多时候人类明明是可以争取互惠共赢的局面，何必要自相残杀而落个两败俱伤？你认为呢？完结，请点赞订阅，谢谢，我们下次再见。The end. 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 Thank you and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